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从战国穿越过来的另一个武将伊达正宗。伊达正宗是个辅助型的群雄武将，怒弓会对敌方全体造成84%的物理伤害，并对一名目标施加沉默，对另一名目标施加眩晕，然后再对剩余的所有目标都施加一层折戟，人人有份。眩晕会使目标无法行动，但可以回怒。沉默会使目标无法回怒，无法释放怒弓，但仍然可以普攻。折戟则是伊达专有的减役效果，它会使目标的攻击力下降10%，最多可叠加6层。伊达所添加的3种效果，全都可以持续2回合。折戟在伊达有了专武后，效果会获得提升，可降低敌方的攻击力会提升至20%。同时还可以使目标的最终伤害下降20%。最终伤害下降20%，这个效果看起来很厉害，但其实作用并不大。因为折戟的目标在伊达5星后，就会变成是敌方攻击力最高3人以外的武将，也就是说，折戟的目标并不是敌方的主力输出，所以这个最终伤害下降的意义其实并不大。反而是攻击力下降这个能力还可以用来降低奶妈的奶量。当然，折戟也不是真的就这样完全没有用的，折戟真正的用途在于和伊达的其他技能联动，这个我们之后会说。伊达的怒弓会在5星后获得升级，怒弓会多了一种控制效果，缴械。控制的对象也会从原来的随机变成了对敌方攻击力最高的3名武将。这是一个很大的质变，也是伊达有别于其他控制型武将的地方，是少数一个人能施加3种控制的武将。缴械在陆服是马岱独有的技能，不过国际服这边先给了伊达正宗。缴械会使目标无法进行普攻，这个能力对一般武将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但对普攻型武将来说却是致命的。伊达控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精准地针对敌方攻击力最高的3个武将。它的另一个优势则是控制的种类多，不过很可惜的，这也同时成为了它的弱点。控制种类多原本是一件好事，因为伊达的攻击目标是固定的，在重复释放怒弓时就有机会可以给予同一个目标不同种类的控制，这会让敌方的驱散无法一次就清除掉目标身上的所有控制状态。但坏就坏在伊达的3个控制中，必定会有一个是无效的控制，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沉默只能阻止怒弓，缴械只能阻止普攻，只有眩晕可以真正的封住敌方的行动。一般的武将不是以怒弓为主，就是以普攻为主，所以伊达虽然可以对准攻击最高的3个目标，但实际上在这3个目标中还得再来个3选2，真正的有效控制其实只有2个。在3换中，唯一一个普攻和怒弓都很强的武将就是吕布，所以伊达的控制对那个男人还是很有效的。伊达的另一个优势是，他的控制已经是属于下一代的控制了，这也是伊达比以往的控制型武将更有优势的原因。伊达的控制是没有写明概率的类型，往后控制型武将的控制都属于这种类型。没写概率的应该都默认是100%，但100%并不代表就是必中，这个概率还得再经过异常命中和抗性的计算之后才是真实的概率。基础概率高只是先天的优势，后续的异常命中加成也很重要。伊达的异常命中加成权来自于看破这个效果，看破可以让伊达提升20%异常命中，并且每次怒弓还会附带防御力20%的真实伤害，最多可以叠加2层。伊达正宗有3种获得看破的途径，第一种是透过对敌方添加属性降低类的减役效果，这时候折戟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任意敌方武将每获得3次属性降低的减役效果，伊达就会获得1层看破。折戟本身就已经有攻击下降和最终伤害下降2个属性降低类效果，只要队里还有其他队员有属性降低类效果，就可以轻松达到获得看破的条件。一会儿后，伊达会开启第2种获得看破的方式，这时只要敌方武将获得控制效果，伊达就可以直接获得1层看破，而且看破的最大层数还会被提升至4层。
第二种方式明显是比第一种要快得多了。伊达的一个怒弓如果成功控制3位武将，马上就可以叠上3层。当然，一般不会每次都这么顺利，不然也就不需要异常命中加成了。第三种方式是专武的略有小成效果，会在开场就直接为伊达添加1层看破。专武的效果无疑是最快最好的，有了这一层的基础异常命中，后续的控制也会容易一些。不过有一点比较可惜的是，伊达的看破最多只有4层，也就是最多只能提供给伊达怒弓附带 80% 防御力的真实伤害，这个真伤无法达到触发青鸾云霄所需要的伤害要求。想要触发 15% 最大生命的伤害，起码也要有 100% 以上的防御力真伤才行。接下来是伊达一些能提升回怒的技能，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辅助武将，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回怒要快。伊达的羁绊，上阵3种职业就可以激活。羁绊除了会提升伊达的最终减伤和让他免疫所有属性降低类效果外，还给了他额外的回怒能力。每当伊达的折戟叠加至4层，或自身施加的异常状态被抵抗时，他都能恢复150点怒气。叠4层回怒这个效果太慢，基本可以无视。异常状态被抵抗后会回怒这个效果倒是还不错，尤其是在目前华佗很多的环境下，至少异常状态被抵抗了也不至于会零收益。3火后，敌方每次普攻或怒攻时，伊达都可以恢复80点怒气，这是伊达非常关键的回怒手段。没有3火的回怒效果，伊达就没有回怒上的优势，也就上不了场。伊达在5火后会多一个一次性的控制效果，伊达会在首回合结束后，对敌方当前回合造成伤害最高的武将施加1层不可驱散且持续2回合的混乱效果。混乱会使目标的最终命中率降低 75%， 并且在每次进行普攻、怒攻后，都会对除自身外生命最低的一名友方武将造成攻击力 90% 的真实伤害。有了专武后，最终命中降低会提升至 100%， 并且每次进行普攻和怒攻都会对所有友方单位造成自身攻击力 90% 的伤害。这又是一个可以针对吕布来发挥的技能，也只有吕布能有如此高的频率可以进行普攻和怒攻了。混乱若加在吕布身上，就相等于是吕布的每一次攻击都会给自己人来一个相等于猛毒的真实伤害。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伊达的用途所在。是的，在这个版本，伊达是可以作为限制 SP 吕布的发挥而上场的，这个已经经过军团的大佬测试确认。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伊达可以用多久？答案是直到 SP 郭嘉上线为止。一来是因为郭嘉上线后，貂蝉羁绊的吕布就不能用了，这么一来伊达的作用也会跟着减弱。二来是因为 SP 郭嘉的功能性比伊达更广，有了郭嘉是真的再也没有伊达的位置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